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 BFM 财经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2026年呢，其实是被定位为第13大马计划的开局之年啊。那我们看到，不管是官方或者是主要的几家金融机构的预测呢，马来西亚的 GDP 成长的预测很像还蛮乐观的，是落在 4% 到 4.5%。那这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基本面。不过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啊，现在我们看到了全球的贸易摩擦升温，还有地缘政治不确定的这种情况底下，其实这样子的预测 4% 到 4.5%， 它是不是有一些结构性的支撑呢？另外也是要来看到说，像是半导体、数据中心还有 AI 的投资是否能够转化为实质的人民的一些益处，比如说就业还有收入的提升。而在我们的财政整顿以及民生成本压力之间，其实政府它在政策的执行的部分的话，要如何来做取舍啊？那今天我们要从比较宏观经济的角度，还有产业结构以及民生的角度呢，来检视2026年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会遇到怎么样子的风险、机遇，还有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更好的去预测以及看待我们接下来这一年，新的一年我们的经济走势啊。那今天还是很高兴邀请到了黄锦荣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能杰博士，你看到这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啊，还有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对于 GDP 的预测，其实大概都是在 4% 到 5% 之间啦。先请你来评估一下，就是你觉得这样子的预测它是否准确呢？那还有你觉得说我们国内有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来支撑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如果当我们说这个马来西亚的预测经济增长落在4到 4.5% 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有什么奇怪呢？反正我们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大概就是在4到 4.5 或者4到5之间，所以那个大概就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测。它其实也合理的，因为我们再看回马来西亚在过去，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就98年过后，当我们正式恢复到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时候，平均来说就在这个区域。所以我说，如果你或者说有谁要做这个预测，首先第一个这是最安全的预测，4到 4.5 或者4到5之间。然后第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一点新奇都没有。它其实是一个保持着正成长。然后但是同时候它却又不是一个能够让经济快速起飞到人人都感受到那一个经济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如果你势必是要回到去那一种就是人人都对经济增长有感，都觉得说我们的经济一片向好，其实那个大概就是要那个经济增长率大概就是要超过 5.5 以上的那个才会有特别之处。不要忘记说像美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它也能够有一个 4.8% 的经济增长耶。所以当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 4.5 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不足为奇。我觉得是第一点了。然后回到能杰你的另外一个部分，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说会不会比如说像去年遇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经济挑战，包括说关税的挑战，然后区域的地缘政治的这个纷争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冲突，这个挑战。首先第一个点，我觉得可能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谱。什么谱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从疫情然后过后到俄乌战争导致的疫情跟疫情以后经济开放时候导致这个全球运输的混乱，然后到俄乌战争带来的这个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带来的，不管是在这个全球大宗商品或者是石油还是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困扰，然后一直到今天，你会发现说，其实整个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的适应能力其实已经非常之强。强制于说，我们甚至都不太已经会感觉到说，像这一种政治纷争，包括说像去年整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挑战，但是不管是
发达经济体或者是马来西亚，它其实依然能够保持非常正面的这个经济增长。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不管是马来西亚经济或者是全球的生产链，在经过这些年来的各个方面的挑战，它其实已经有具备非常强劲的这个韧性跟这个适应能力，所以我不太会觉得说今年可能我们会再重新面对关税挑战，或者是其他会足以导致我们的全球的生产链出现一种巨大的恶性的变化，而导致说我们的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没有办法达至。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能够认同刚才博士所说的，我们每一年的预测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4%、4.5%、5%左右啊，所以大家可能在祈祷的就是说，不要不进则退啊，就是不要有一些我们可能预料不到的一些因素，然后来造成我们可能在经济增长上面受到更大的阻碍啊。那博士，你会怎么看最近的这个地缘政治，包括像是美军就这样子杀进去委内瑞拉，然后把他们的总统给抓走啊？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骨牌效应，包括伊朗的局势。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这可能也是大家都在讲，是不是在剑指中国？那当然，中国反应很大。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也提出了他的想法，他当然是反对的。那你觉得这一种的包括像首相的表态啊，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连串？虽然你说可能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变化，但是这种看到特朗普这么样子的雷厉风行的一个动作之后，你会不会也认为说，可能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出口表现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些地缘政治的纷争，那包括最新就是美军跟申请委内瑞拉的这个前总统，现在跟前总统这个字眼的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其实我觉得有2个部分可以说。当然就直接的短期的来看，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波澜，对这个全球经济并不会产生任何即刻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效应。当然除了因为说委内瑞拉像比如说它已经这么多年来都受到这个美国经济的制裁跟封锁的情况底下，已经基本上跟世界的这个经济已经脱节。当然就马来西亚而言，也没有跟委内瑞拉有任何的这个经贸的往来，所以它不会造成，更不用说这个美卫的之间的实力如此之悬殊，它基本上不会掀起任何可能的这个两边的军事的这个冲突。所以就这一点来看，那你就会觉得说它其实不会对全球的经济，包括说石油生产这个部分带来任何直接的这个冲击。先不提说这个委内瑞拉的比如说石油的整个生产的基础，经过这么多年从国有化，然后一直到受到经济制裁以后，其实已经，如果你真的是还要能够从委内瑞拉然后再大量的提炼石油的话，那大概少说也要几年，可能也要到10年。然后至于说美国的其他的这个除了已经在里头的 Chevron 以外，其他的比如说美国石油生产商还不愿意在往委内瑞拉大量的投资情况底下，这还不得而知。所以就算是真的是如预期般能够把这个石油给提出来，然后也包括说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尤其是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制裁给解锁的话，那它冲击大概是会让石油的价格更加的往下掉。它不会造成像我们之前在看俄乌战争的时候，然后对这种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包括其他的这种农业品的价格的暴涨，又或者说之前的在经济解封以后带来的全球运输的大混乱而出现的这种运输成本的上涨，它就不会是往上涨的那个部分，那大概是更多是往下掉的部分。所以哪怕是有影响，它影响大概这不会是负面，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长远来说，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能姐你大概也有留意到说，其实它现在整个对于像这个最新地缘政治的这个发展的声音，大概有分两个部分的。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说那个终于解放了这个委内瑞拉人民，对吧？经过那么多年的制裁，委内瑞拉从当年最富裕的拉丁美洲国家，然后沦落到今天就是水深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更不用说这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政权的情况底下，所以他有这种所谓解放委内瑞拉人民这样的一种喜悦。
但同时候你大概也会留意到，其实很多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你哪怕是出现像这样的一种委内瑞拉国内的局面，但它其实不是一个你能够就是凭着这个军事的力量就能够跨境，然后把人给逮捕，然后就带回去美国，带回去美国受审。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什么，就是比如说像 Stephen Miller。那这个在接受后来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访问的时候都说，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是以力量 power 然后来统治这个全球。那换句话说，大家很担心什么事情？看谁的拳头大，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去年就是川普的第2任期的第1年是针对关税横扫千军，那他第2年会不会已经转移目标来到说他要实现他另外一波的，就是要重回这个半球West Hemisphere 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他会开始担心 Greenland， 对吧？欧盟刚刚开始已经发出这个声明，就是说 Greenland 不是美国能够染指的。然后也包括说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它似乎也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局面。它一方面当然受到说，委内瑞拉的这个因为国内政局导致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困扰，但同时候拉丁美洲有很长的一段就是受到美国欺压，尤其是在60、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会发现说拉丁美洲它的这个反应会不太一样。像这样子的这种局面，如果今年一整年这个是一个主旋律的话，就是说川普今年的第2年的主旋律是针对他想要得到的战略性的，不管是资源，尤其是资源当然只是这个，那是不是代表说今年会有更多的陆陆续续出现像同样的事情的发生？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同局面了。是地缘政治呢，它肯定是会牵动着全球的一个局势，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包括我们明年不是明年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经济的动能，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业因为2026年这个观光年嘛，其实我也觉得很像每一年都是观光年，每一年我们的口号也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呢是去年我们真的马来西亚我们录得的这个观光的人次呢是东南亚里面我们算是榜首的地位当然也跟地缘政治有关系，可能因为中国游客对于因为泰国的一些因素他们那边可能诈骗等等绑架，所以呢游客涌向了马来西亚。那今年其实大家还蛮看好马来西亚有更好的发展，你觉得其实我们的旅游业今年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驱动经济的一个因素呢？我们今年对于会入境的这个游客是3000万人次嘛，那还没有提说国内的游客的这个到访的，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流窜的这个次数，所以单就3000万人口的这个预期人次，那其实是说我们在今年会有另外一个马来西亚并存，你知道吗？就人口的这个参访来说，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3000万人次的到访，如果每一个人大概平均就花一个3-4千块钱，4-5千，那个大概就是游客一般上到马来西亚的时候的平均消费4千上下，那个大概就是说你会制造一个1000多亿的一个 GDP。那这个1000多亿，如果它再产生我们所谓的连带效应，总和起来大概能够去到2-3千亿左右，那个其实就是已经占了我们 GDP 的10到20%左右，10多%吧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所以它其实是会有效应的。那它的这个效应会直接反映在GDP 的这个增长，它会更多反映在，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旅游业务之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重点，是因为这个恰好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做小生意，他比较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的果实，对吧？游客的到访的地方，不管是就吃住行，所以这些都会直接落在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这个他的口袋里头。所以它既有这样子的一种经济增长效应，它也能够有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共享这样的一种效应。所以至于说我觉得倒觉得说人次它应该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这种旅游的这个口碑，它其实是你一旦
凑成这样的一种效应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出现一个断崖式的，除非大家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说这个简直就是和我们一般在外头的宣传完全是天差地远之别的那个，要不然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它的这样子的一种趋势都会得到一个延续的。那我觉得可能更多我们在谈今年或者是接着下来的关于旅游在这个时候。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够让游客有一个想要重返吉隆坡、重返马来西亚这样的念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我们常做生意有没有一个回头客，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让他们掏更多的这个钱。所以其实那又涉及到说我们在旅游业上的这个创意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主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地点，能够让这个来访的游客更愿意花钱。所以这个是因为那更多就谈到这个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嘛，它的永续性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的。而且我们的政客不要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吓走游客。如果没有再吓走游客的话，我相信，应该还是马来西亚还是蛮吸引人的啊。但是我也很认同博士讲的，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说，我们怎样子能够让这些人来了还想要再来。上一次来可能花4-5千，下一次来可能可以花个1万啊，就是我们拿什么东西出来让人觉得可以在这里消费，这个是要思考的啊。好，博士，我们来谈一下关于这个财政赤字的一个目标吧啊，这因为2026年财政赤字我们的目标是要降至 GDP 的 3.5% 嘛。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说，可能也因为政治的压力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看到其实在政府的财政改革上面有进行一些妥协啊，包括了像是这个电子发票啊，这个年销售额100万至500万的这个企业要再推迟1年。你觉得其实做出这些的妥协会不会拖慢我们对于降低财政赤字的目标呢？我觉得它不太会。当然它其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你作为一种对于政治诉求的一种回应，我可以理解。反正我常说的，我们在民主体制里头，政策它永远就不是说精英集团说了算嘛，它永远是要说你要接受民间的这个回馈然后做调整，所以它永远是一个 compromise project， 它不是一个你一开始就能够走到头的。但是它其实就改革来说，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一旦这个妥协或者往后退的尺寸没拿好的时候，你的这个改革的意义，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折损。就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个电子发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把那个门槛定得太高，那它当然就政治的意义来说这个就是体恤民间的这个诉求。但是如果你回头来看说，我们本来要做电子发票这个事情，就是说除了因为税收，因为要满足减少财政赤字这个目标以外，当然我们也想要说通过电子发票让马来西亚商家都能够在文件处理上都能够做到有更好的这个表现，然后都能够有更多的连线，所以它其实是能够促长这个马来西亚的微小型企业的茁壮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说很多中小企业它为什么会拿不到比如说贷款，它为什么发展不顺，就是因为它常常忽略了背后的管理这一块。那可能电子发票这样的一个它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推波助澜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一种功效，但你一旦拿走了，你就忽视了这很一大块的这个改革上的一个重要点。所以我就是说这样子它其实会有连接下来到于说这些企业如果我们在谈他们接下来要做电子这个数码转型要跟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数据没有通过你的文件电子化，你怎么可能会要往前推一步，然后让你的这个业务能够有电子的这个连接，然后再谈所谓的数码转型呢？对不对？所以第一步你都往前不了的时候，所以我会觉得说他的这种改革因为民间诉求而做的妥协的最大伤害反倒不是在这个财政赤字的减少上，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税收贡献主要的贡献本来就不来自于这些营业额较小的企业，或者是说收入偏低的这个民众嘛，所以它的因此的这种效果不会太大。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财政赤字的检测的这个步伐其实并没有太急促。那我觉得这一点反而倒是好的事情，因为太急促的话你反而会让经济
你知道吗？就是摔了一跤，它其实问题更糟糕。因为我不要忘记说，我们在谈财政赤字的时候，谈的是占 GDP 的比例，所以 GDP 这一块也很重要。你如果能够保得住整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那 GDP 作为我们在谈这个比例时候的一个分母我们再讲一下数学，所以你这个分母能够持续扩大的话，这个比例自然而然就能够往下掉。它其实有好处的，就是说这个经济检测它步伐不迅速，但是它展示了这个决心。它有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首先除了刚才我谈的说它不会让经济增长摔跤以外，比如说我们去年这个联邦政府举债，它依然继续发债嘛，因为我们依然有赤字，但是它发的这个债的总量去年就要比前年少了大概一个45亿。它的效果因此是什么呢？它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在令吉能够持续升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会发现什么？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除了谈到令吉升值以外，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外来资金都涌入了马来西亚的债券市场里头，购买我们的 MGS Malaysian Government Securities。它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发债量减少了一个45亿左右，而它展示的是这样子一个决心。我们最简单的这个供应101就是你的供应量减少，它的价值就会往上飙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债券减少，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债券的价值就会更好，所以大家愿意涌入这个马来西亚债券市场里头购买马来西亚的债券。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看到令吉升值，所以这个是大家都有好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当大家都愿意购买我们的债券的时候，所以政府它更能够在接着下来的日子以更低的利息，然后来发债来支援我们的财政赤字。所以更低的利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利息债务这个压力也会跟着减少，所以它其实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我们的整体的财政赤字的这个压力，跟协助我们往减少这个财政赤字的这个方向。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一连波的这样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也思考到说，我们在降低了这个财政赤字之后，那政府它省下来的这些钱到底有没有用在发展当中？这个其实我想补充提问的就是博士，你会看好说我们去年省下来的钱，或过去政府做了这么多，包括这个对于津贴的改革等等，省下来这些钱，你觉得在今年我们会用在刀口上吗？我觉得就账面来说，你总会看到有就是不同的所谓的发展的开销，不管是就医疗、教育，你知道吗？它每一年都会有同样的这个拨款。但是我想可能这点我觉得我之前也有尝试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就是就是所谓一般的这种行政开销也好，发展开销也好，你当然都要让它继续进行。但是我们在谈到因为改革而节省下来的这些公共资源的时候，那就不要让它就成为一种空谈。就是说，因为首相也不常说嘛，我们减少这个津贴就能够有补助更多的建更多的医院，建更多的学校。这个道理没错，但这个道理太空泛了，就是大家不会感受得到，因为那个也跟日常的开销没有什么差别嘛。所以它其实最好的就是每一个改革，它其实都有完整的一套思路。那个思路是什么？就是说，你因为比如说这个汽油津贴改革省下的这笔钱，它的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或者一个 council？就是专门针对说，好，这是每一年接下来省到的这种津贴，它就是用在比如说我们是要往这个零排碳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努力，所以我们需要有鼓励，不管是更多的电子这个 EV car 也好，或者是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民间它要在自己的家安装这个电子板，然后能够省电，你知道吗？但是它的那个 upfront cost 是很高的，所以能不能也通过这一个，然后的这个就是老百姓在要安装这个太阳能板的时候，也得到更多的这个补助，诸如此类的。就是说，它因此有更多的这种专项的开销，和我们因为这个财政赤字改革所省下的这个钱要有做直接的挂钩，所以人民就会相信说，我多缴付的这个不管是汽油的这个价格也好，或者是电费都好，我知道说其实政府是接下来会花在哪一块，然后我也能够配合这个努力，然后尝试把这个好处给得回来。所以这种好处跟
跟所谓的付出就能够直接挂钩。我觉得这样子的改革，大家会更愿意配合，然后更所谓的乐见其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执行上政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去年包括了不管是行动党也好，或者是整个团结政府一直不断的都在跟人民沟通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进步，我们也在吸引外资上面其实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就觉得说引进的像半导体，特别是像是数据中心啊，它是一种所谓的高耗水高耗电但是却低就业的产业。那其实感觉上它的社会成本跟这个经济效益呢是要这样子来平衡，这也是我觉得政府要去思考的。那大家会问的是，我们是不是陷入了这种所谓的 GDP 增长亮眼但是人民无感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也说了很多年，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新鲜事，它其实也和我们的发展的模式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吸引外资，然后到马来西亚投资这件事情，它也不是新鲜事嘛。反正我们立国以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我们来到今天，依然还谈着说薪水不够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很多企业是小型企业，不做出口，像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纯粹靠这个吸引外资，它其实解决不了困扰马来西亚很多年的这些结构性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做何种改革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说好，我们不要外资，它不能嘛。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吸引外资也和比如说创造就业机会没有太大关系了，因为我们并不缺工作，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正在发展的路上需要吸纳更多的从乡镇移到城市来的这个人口，所以因此需要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它其实不再是这个目的。那它更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回到去了我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吸引这个外资的当儿，能不能够让外资的这个力量作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然后也让马来西亚的其他的企业能够踏上这一趟列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个效应才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不管是人民还是我们的本地的中小型商家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谈比如说为什么中资跟一般的其他的资本的一个差别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像去年中资流入，它大概就占了很重要的，大概是第二大除了新加坡以外，然后到中国，然后到美资。但是中资比如说大型的这个来到马来西亚，尤其是它是国有企业的话，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要求，就是说所有到外地去投资的中国企业都必须然后使用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资源，这些中间材料，然后使用的话它有奖业的，就是说它的采购的这个价格会低30%。所以这样中资你会发现说资金来到的时候，它就没有能够很好的跟本地的企业对接。所以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外资来的再多，除了数目以外，那你基本上你会发现说它的外溢效应就很少。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停留在纯粹看外资的流入的这个数量，应该更多考量就是说本地企业如何能够做这个对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他甚至在谈到比如说我们在谈像去年我们去年流进最多的这个外资，但第一个它就跟半导体跟 AI 有关。那你进入这个 AI 的这个资金来到马来西亚，就建设很多这种数据中心的时候，当然首先第一个它本来的目的就不应该是创造就业机会，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所谓高资本高知识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资金，怎么可能是目的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我们也不需要。但它更多的是什么？你来到了它就所谓的 AI 的数据中心，就好像你建立更多的这个商场，那谁人会入驻这个商场里头，然后能够使用这种跟数据相关的，不管是云端服务什么都好，那它就是说谁能够入驻这个 shopping mall， 当然这个是数据 mall 里头，然后运用这个基础，有没有更多的本地公司有这个能力能够tap on 就踏上这个基础。所以它就涉及到说这个益处这个科技的这个
这个采用这个散播是不是已经来到了本地的这个企业，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说它的这个建的数据中心它更多是服务可能新加坡或者是区域的其他的大商家，它当然在数据上也有好处的，外资流入，然后我们有这个 service export， 我们能够出口这个服务，但是你会发现说 again 数据上有，但是它并没有让本地商家得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有更多这种吸引外资的策略的时候，它策略不应该就到那里就是一个句号，它还应该要有说接着下来的这个的其他的这个策略如何能够推动本地的这个商家也能够使用更多的比如云端服务，甚至作为云端服务的这个提供者，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很多的这个制定的方案，诸如此类的。所以他就又回到去我刚才我们在谈比如说这个改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就说就是你如果没有能够促使我们的很多的微小型企业不要说什么数码转型，先从这种所谓的 documentation digitized documentation 做起，然后更注重这种整个的运营的管理，不从这一步做起，我们怎么可能又谈到去下一步呢？所以他的问题就是如此之复杂。是，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关于民生的议题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马币真的是表现的还蛮不错的啊，然后我们官方的 CPI 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的数据也很像看起来你就是很吝啬于称赞政府是吗？不是很好吗？是还蛮不错。确实看到 CPI 的数据也是平稳的啊，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钱不够用呢？为什么还是生活成本压力很大？而且看物价也是不断的在涨哦，所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你觉得政府还可以做什么来减轻人民的压力呢？我觉得就整体的宏观表现，不管是失业率、通膨、马币或者是经济增长率，它其实大概去年是无可挑剔的啦，就是说就是低通膨、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然后它无可挑剔的。但我们作为国内人，我所谓的无可挑剔，就是说它对于外来投资者，不管是在资本市场投资，还是你要所谓设厂造厂的这种投资，它无可挑剔。但对本地人来说，当然我们能够挑剔的事情可多着呢，对吧？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在谈低通膨，不要忘记说所谓的低通膨只不过说那个价格平均上来说涨得慢一点，它不代表没涨，你知道吗？所以它还是说价格还是会涨。然后也不要忘记说，我们每次看到这个 1.8 的这个通膨率，它就是一个平均值，但我们并不生活在平均值，我们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然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跟服务，所以其实那个价格的变化其实还蛮大的。所以为什么说就是人家一般的感受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要说的更复杂一点，就是说这个就是跟我们所谓的 behavior economics 有关的，就是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条件反射有关的，就是我们一般上会对于要付出更多的事情会更在意，多于说我买了这个东西，哇，衣服便宜29.9，你并不会觉得说那是政府的功劳，或者说哇，你看在这个政府领导底下，然后我买衣服29.9就可以，你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要多付比上个月多付一个10块钱，你的这个脾气就来了。它也还有包括像这样这个条件。所以我觉得宏观数据不可挑剔是一回事情，但要如何让这个经济的效果成效，然后持续的让更多老百姓能够感受得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台真的是要靠很多的政策的推动，就是比如说能够怎么样子让永远不要相信说老板赚到钱会自动的回馈给员工，所以像这一种如何让经济能够和一般的 income earners 共享劳动法的改革，然后所有相关这种改革，我觉得它要持续的这个推进，然后也包括说如何让中小型企业能够更好的踏上我们在谈的这种所有高大上的这种改革，或者整个的经济趋势的这个发展。因为永远不要忘记，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就在这些中小微型企业上班，而不是在那些大公司上班。对，回答博士刚刚问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就这么吝啬来称赞我们的政府啊？因为身为一个媒体人呢，政府做得好，我觉得他们是应该的啊，是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其实是这观点，其实而且我也会觉得说老实的，因为很多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个高的
这个所谓外资的流入也好，它其实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因为国内政治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使然，它更多是整个的国际局势的改变，然后而促成的，所以因此也不完全是因为首相英明啊。是持续的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也是我们做媒体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当然，政府表现的，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在经济上面的表现确实是不错，包括是马币的表现。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政府做对了什么事情，所以也想趁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博士，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的马币会有不错的表现？那这个表现它会持续下去吗？还是2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不受我们控制的这种国外因素，国际因素就是当然指的就是美国的。从去年我们其实整个的增值的整个路线图，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它大概在到去年的6、7月为止，所以我们有一轮的升值，但那一轮的升值其实就跟关税有关系的，所造成的这个混乱，我们之前也谈了很多，所以那个有关系。所以但那个其实几乎是全球的所有的货币都同时增值，可能有快有慢，但都同时增值，所以那更多是国外的因素。但是我们另外一波增值的时间点大概就在10月过后，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候就是升值。那马币是少数的其中一个货币，它其实那个时候就跟逐渐出现的，但有人会觉得说那就是我们10月不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吗？通过东盟高峰会议诸如此类等等。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原因，像我刚才也有略谈到，就是来到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然后大家已经察觉到说，我们去年吧，就是去年发债的那个次数那个量。已经比前年就是2024年要更少，甚至在最后一个月来到12月份的时候，政府都完全没有任何tender，就完全没有任何需要发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素，因为所以我们在谈国际对货币的这种买卖的时候，没有人真的只是买卖货币，他买卖货币是因为他会对不同其他的投资品有需求，比如说买债券、买股票。诸如此类的，所以它的这个对于马来西亚的债券的这个需求跟看好，其实是推动我们令吉升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但这个就要回到好，这个是国内因素。所以我们今年的令吉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升值的动力，除了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说美联储会不会继续降息这样的一个循环以外，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的展示我们减少赤字的这个决心。然后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令吉升值的今年的前景，我觉得反倒是非常明确的。OK， 好，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观众不断的敲碗在我们的各大影片，我看到有位观众一直希望我找你来谈这个课题就是 AI 是不是会泡沫化？那所以博士你怎么看AI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过去2年啦，其实对于我们的电子电器的就是出口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注意那你觉得它会泡沫化吗？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要有什么 Plan B 吗？首先谈AI 是不是泡沫化这个，当然我们也肯定听到很多说，大部分的这个说法现在都觉得 AI 是属于泡沫化的这个阶段。但只是说它是一个浪费型的泡沫化，还是比如说它是一个我们会用 rational bubble， 是一个理性的泡沫。那我觉得现在关键有2个点了。那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 AI 能不能够在今年在接下来有更多行得通的商业模式，就是能够赚钱的商业模式。因为现在你看 AI 它有一点点，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一开始有一点像 commodity，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 OpenAI 能够做的 DeepSeek 能够做，然后 Grok 能够做，然后Gemini 能够做，它的在形式上开始变得越来越一样的时候，它当然可能在能力上有高低，但是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它商品化。你东西一旦商品化，问题就来了，你要怎么只卖钱？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呢。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好吧，现在我们 OpenAI 也好，它不是有开始收费吗？如果你要 professional use 的时候，但它这个收费模式又似乎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上现在你要 subscribe 它 more powerful 的这个 application，
你要付一个固定的费用嘛，就是 subscription fee。但问题是，我们每一次在用 AI 的时候，它都会制造成本的。就是说你会用，因为你会要用更多的电吧，对吧？所以你会用更多的水，所以它有成本。所以它的这个每一次的使用量就不是零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我反正付了费，我就不断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使用的费用到最后肯定还是要远远高于你每一个月付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商业模式是否又没有办法真的能够持续下去？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使用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有 MIT 的一个报告吗？95%的使用Gen AI 的公司都没有办法赚钱。就是说，它对于不是制造、生产或者是创造 AI 功能的，而是使用 AI 功能的，也暂时没有办法从 AI 的这个工具能够找到任何拓展它的这个资源的，它的这个收入的。除了说它让你跟成本降低一点，让你变得更生动，但它不能够制造更多的消费。所以它不管什么层面都没有，到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个 viable business model， 就是能够可持续性的赚钱的商业模式。这个问题很大的，因为就去到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科技公司，以前科技公司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现金量超多的，就是它都是持现金，只是巨大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哪怕是现在这种大的巨头，大部分都是举债，然后来进行这个投资。然后去年为止已经超过什么12000多亿的美元的这个举债量了吧？但是去年那几家大巨头都已经举超过4000多亿美金。你想一想啊，一个1万多亿的，到去年为止1万多亿的举债，你单单是一个1%的一个借贷率，那就已经是过百亿的这个成本。你更不用说，我们现在谈的是3-4%的这个，所以你每一年能不能够创造足够多的生意 profit， 然后来支付这个举债的这个成本，它就回到去第一个关键哦。因为如果不能够的话，像这种以举债方式来推动投资的，它一定会到一个爆破点，然后没有办法持续。所以你滚得越多的时候，就所谓的滚，就是你举债越多，然后到最后你发现说它没有办法回本的时候，这个泡沫一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有举债导致的泡沫一爆了以后的那个代价是很大，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大家你知道吗？心心念念会担心这个课题。所以我们是在泡沫吗？我觉得是的，但是这个泡沫它某种程度上有这个需要，因为它是推动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但是只是关键就在于这两点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我觉得2026、2027还真的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年份。那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投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一些在股市上面买了很多 AI 主题的朋友来说，可能也是要好好去思考这个接下来这2年的这些变化了。那但是如果是看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的话呢，博士从你刚才的分析里面，感觉上你对于2026整体的经济的走势应该还算是蛮看好的。总结来讲的话，是我会看好单，除了说首先关税的这个纷扰，我觉得已经过了。然后似乎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往来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顶多就是赚少一点啊，就是所以要付多一点代价，就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干扰已经没有。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的整个的基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基本面，其实也同样还是很多元的。像去年我们流入最多的这个外来投资，当然AI 跟半导体它依然是占最多，但它其实接下来有很多另外4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说哪怕是在食品加工，然后在这个化工这个领域。然后都依然同样有蛮多的这个外资流入，所以它 again 它有这个基本面。然后第3点，我会觉得说现有的这个吸引外资的这个策略，它其实除了 AI 半导体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策略。如果你留意那个 NIMP 就是新工业大蓝图的时候，它其中一个我们工业化转型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就是由上游所谓的战略性工业的上游工业，然后来带动下游产生一整条生产链。所以不是在东盟会议之前高峰的那个时候过后，我们不就是12000的莱纳斯
但现在变成我们的战略性工业的，不就是和韩国签了一个合约，然后有这个6亿的，就是要做什么？做磁铁的。这个磁体的这个项目，它虽然说只是个6亿的外资，但是这个磁体项目，你知道说它基本上是对后来很多的几乎所有的工业现在都离不开磁体，所以它会不会因此吸引更多不同的领域的，在这种中下游的工业，然后是跨领域的来到马来西亚，因为你要靠近这个磁体项目，所以这个似乎它也能够更进一步的多元化我们的外资的流入跟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所以除非我觉得在这个区域爆发大事件啊，要不然我不觉得说今年的经济会有太多的这个突变。我想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可能会爆发的大事件呢，按照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不太会发生，就是台海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直接说是台海问题。确实我也不觉得说今年会发生这个事情。2026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事情，我们在今年也会规划在第1季度也要来做一个论坛，到时候还是希望可以请黄锦荣博士可以来一起参与，我们来谈一谈 My pleasure 这一整年的这个 Market Outlook。All right， 好，到时候我们有确定我们的计划再来通知大家。好，谢谢锦荣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谢谢能杰，再次祝博士新年快乐，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哦。那如果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大家都可以留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